您有沒有發現，最近過馬路的時候，綠燈的秒數還沒跳到一半就開始閃了？以前32步就能跨過去的距離，現在得加緊腳步才勉強在紅燈亮起前走到對面。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年紀大了，腳懶了，動作自然慢下來。其實走路的速度變慢，是身體給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訊號。重要到什麼程度呢？我今天先跟您講一個數字，您聽了可能會嚇一跳。2011年有一份把9個大型研究合起來，追蹤了34000多位長輩，長達好幾年的分析，結論讓很多醫師都印象深刻。研究發現，一個人平常走路的速度可以相當準確地反映他往後的健康狀況和餘命。走得快的長輩平均活得比走得慢的長輩久，而且久得很明顯。走路速度每快一點，往後幾年的死亡風險就往下降一截。這聽起來很神奇，但道理其實不難懂。走路這個看起來簡單的動作，背後同時動用到心臟、肺、肌肉、骨頭、神經還有平衡系統。任何一個環節在退化，走路的速度就會先掉下來。它等於是一個全身健康的綜合儀表板。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指標，就是您的握力，也就是手抓握的力氣。有大型研究追蹤了好幾十個國家，10幾萬人，發現握力每少5公斤，心血管疾病和整體的死亡風險都跟着往上升。有意思的是，握力預測心臟病的能力有時候比量血壓還準。您想想看，一雙手握不緊，很多時候代表的是全身的肌肉都在悄悄流失。您可能会問，手的力气怎麼能夠代表全身的肌肉呢？道理是这樣的，肌肉的流失通常是全身一起發生的，而手部的握力因為容易測量又相當敏感，就被醫學界拿來當做一個方便的窗口，透過這個小窗口去推估全身肌肉的整體狀況。所以現在很多醫院的健康檢查已經把握力列為評估長輩健康的一個正式項目了。走路速度跟握力這2個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表現，就這樣成了醫師眼中很重要的健康密碼。走路慢，握不緊，這2件事的背後常常指向同一個名字，叫做肌少症。今天這一集，我就用資深護理的角度，帶您把肌少症這件事弄清楚。我會教您4個在家裡就能自己做的自測動作，每一個都附上判讀的標準，讓您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落在要注意的範圍。最後，我還會給您一套完整的4周回力計劃，加上蛋白質到底該怎麼吃，一天要吃多少，通通講清楚講明白。我們先來認識肌少症到底是什麼。講白話一點，肌少症就是3件事湊在一起，肌肉的量變少了，力氣變小了，身體的功能也變差了。它不是一句年紀大了就帶過去的自然現象，而是一個被正式承認的疾病。在國際的疾病分類裡面，它有自己的編號。其實人的肌肉從30歲以後就開始默默的在流失了，一開始很慢，每過10年大概少掉 3% 到 5%， 這個階段您幾乎感覺不到，因為身體還有很多本錢。可是一旦過了60歲，流失的速度會明顯加快，有些人1年就掉 1% 到 2% 的肌肉，到了70歲、80歲，速度又更快。這就是為什麼走路變慢這件事特別容易在60歲以後找上門。那麼為什麼60歲之後會加速呢？原因有好幾個，我一個一個講給您聽。第一，年紀大了，身體裡負責啟動肌肉生長的荷爾蒙分泌減少了，蓋房子的工頭變少，肌肉自然長得慢。第二，長輩的身體對蛋白質的利用效率也變差了。同樣吃一塊肉，年輕人可以合成比較多的肌肉，長輩合成得少，這在醫學上叫做合成阻抗。第三，很多長輩胃口變小，牙口又不好，蛋白質根本就吃得不夠。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就是活動量变少了。退休以後不用趕着上班，孫子長大了不用抱了，膝蓋一痛就不想出門，肌肉整天沒有被使用到，就會加速萎縮。用進廢退這4個字用在肌肉上面再貼切不過了。還有第5個原因，年紀大了以後，身體常常處在一種慢性低度的發炎狀態。這種看不見的發炎會像小偷一樣，一點一滴的把我們的肌肉分解掉。在台灣，我們已經是一個高齡的社會，
肌少症其實比你想象的還要普遍。根據社區的調查，65歲以上的長輩，每10位裡面大約就有1位到2位已經達到肌少症的標準，而且年紀越大，比例越高。更要注意的是，很多長輩明明肌肉已經在流失了，體重卻沒什麼變，甚至因為脂肪慢慢增加，體重還微微上升。這種外表看不太出來，肌肉卻悄悄被脂肪取代的情況，特別容易被忽略，往往要等到跌了一跤爬不起來，才驚覺大事不妙。肌肉一少，麻煩就跟着一串一串來，走路變慢，站不太起來，容易跌倒，一跌倒就容易骨折，骨折之後臥床休養，肌肉掉得更兇，整個變成一個惡性循環。而且您可能不知道，肌肉還是身體儲存跟調節血糖的一個大倉庫，肌肉少了，血糖也比較容易失控。所以肌少症從來不是單純的沒力氣而已，它跟跌倒、失能還有很多慢性病都牽連在一起。不過我要先給您一個好消息，肌肉是身體裡少數幾種，就算到了80歲、90歲都還練得回來的組織，只要方法對，開始動起來，永遠都不嫌晚。這句話不是隨便講講的，國外有一個很經典的研究，找了一群平均年齡快90歲住在安養機構的阿公阿嬤，讓他們做了短短2-3個月循序漸進的阻力訓練。結果呢，他們腿部的力量明顯進步，有些人本來走路要靠助行器，練完之後竟然可以自己走，連快90歲的長輩都做得到。您現在就開始，當然更來得及。我常常跟門診的長輩說，肌肉這個東西是您年輕的時候幫自己存下來的一筆老本，跌倒是造成長輩受傷甚至從此失能臥床的一個大關卡，而肌肉就是您防止跌倒最重要的一道防線。與其擔心害怕，不如今天就花個幾分鐘好好幫自己做一次檢查。這也正是我接下來要教您的。好，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4個在家裡就能做的自測動作。您現在可以準備一張穩固的椅子、一條皮尺，還有家裡一小段平坦的走道，跟着我一起做一遍。第一個，起立坐下測試，這是最能反映您腿部力量的動作。找一張高度大概到膝蓋，坐上去不會滑動的椅子，靠着牆放最安全。人坐好，雙手交叉抱在胸前，注意不可以用手去撐，然後盡量快地站起來，再坐下去，連續做5次。從您坐直的姿勢開始計時，一直到第5次完全站直為止。您可以請家人幫忙拿手機計時。判讀的標準是這樣的，如果您完成這5次的時間超過12秒，就代表腿部的肌力可能已經不足，要特別注意了。如果連手都不扶就站不起來，那就是更明確的警訊。做這個測試的時候，旁邊一定要有人，或者有牆可以靠，安全永遠擺第一。很多人做這個測試會犯2個小毛病，一個是偷偷用手撐着大腿借力，另一個是坐下去的時候整個人往後一摔，這2個都會讓結果失真，也容易受傷。正確的做法是全程雙手抱胸，屁股輕輕碰到椅面，就再站起來。這個測試建議您每個月做一次，把秒數記在月曆上，就能清清楚楚看出自己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第2個，走路速度測試，在家裡找一段大約6公尺長的平地，兩端各做一個記號，前後再多留1-2步的距離，當作起步跟緩衝。用您平常走路的速度，不用刻意加快，也不用刻意放慢，從起點走到終點，一樣請家人幫忙計時。走完之後，把6公尺除以您花掉的秒數，得到的就是您每秒走幾公尺。判讀的標準是，亞洲的專家共識建議，每秒如果低於1公尺，就算偏慢，需要留意了。幫您換算一下，如果您走這6公尺花了超過6秒，就落在這個要注意的範圍。您平常也可以用過馬路來感覺，一般紅綠燈的秒數設計，差不多就是抓每秒走1公尺。如果您常常覺得綠燈的時間根本不夠走，這就是一個很實際的身體訊號。測走路速度的時候，還有幾個小地方要提醒您。平常有用拐杖或助行器的長輩，測的時候照常使用，前後幾次都用一樣的方式，比較起來才準。走的時候眼睛看前方就好，不要低頭盯着地上的記號看，一低頭人就會不自覺地放慢腳步。這個數字
一樣建議您每個月記錄一次，看趨勢會比看單獨一次的數字更有意義。第三個，小腿為測量，小腿肚這個地方在全身肌肉流失的時候，反應是相當靈敏的。請您坐着，讓小腿跟大腿呈現大約90度，腳掌平放在地上，用皮尺量小腿最粗的那個地方，量的時候皮尺服貼就好，不要勒緊。判讀的標準是，男性如果小於34公分，女性小於33公分，就要懷疑肌肉量不夠了。如果家裡剛好沒有皮尺，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替代方法，叫做手指環測法。您用雙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圈成一個圈，去套住自己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圈起來還鬆鬆的，有很大的空隙，就代表小腿的肌肉偏少，風險比較高。如果剛剛好圈住，或者根本圈不太起來，那就相對安全。這個方法是日本的研究团隊提出來的，很適合在家隨手一測。量小腿圍還有2個小提醒。第一，2隻腳都要量，通常拿比較粗的那一隻來判斷。第二，盡量在早上量，因為有些長輩到了傍晚，小腿會因為水腫而變粗，那個粗是水，不是肌肉，量了反而會誤判。如果您本來就有下肢水腫的老毛病，這個方法對您就比較不準，要多搭配其他幾項一起看。第四個，握力的替代測法，標準的握力要用專門的握力器來量，男性低於28公斤，女性低於18公斤算是不足，但是大部分的家庭並沒有這個儀器，沒關係，我教您幾個生活裡就能觀察的替代辦法。第一，開玻璃罐的瓶蓋，如果以前輕鬆一轉就開的醬菜罐、果醬罐，現在怎麼使勁都轉不開，要注意。第二，擰毛巾，洗完臉擰乾毛巾的時候，如果擰不太出水，手很快就酸，也是一個線索。第三，提東西，提一袋大約3公斤的東西，差不多是2大瓶罐裝水的重量。如果走沒幾步，手指就撐不住，要一直換手，就代表您的握力跟上肢的肌力都在往下走了。這些日常生活裡的小事，其實就是最誠實的肌力儀表板。我再多給您一個很生活化的觀察，就是扭乾抹布，還有寧寶特瓶的瓶蓋。如果連一瓶普通礦泉水的蓋子都要找人幫忙開，或者一條抹布擰個2-3下手就沒力了，這都是握力在下降的訊號。您可以把它默默記在心裡，當做一個平常自我提醒的小指標。這4個測試，只要有任何一項落在要注意的範圍，我就建議您要開始積極面對了。如果有2項以上都不合格，又剛好合併最近半年體重莫名其妙減輕，常常覺得全身沒力，走路要一直扶東西，那我就強烈建議您找醫師或者到復健科、老年醫學科做進一步的評估。這裡要特別提醒您，如果您是在短時間內肌肉快速流失，或者伴隨吞嚥困難、手腳發麻這些狀況，那可能就不只是單純的肌少症，更要盡快就醫，找出背後的原因。我把該看醫生的時機再幫您整理得清楚一點。如果您發現自己最近半年在沒有刻意減肥的情況下，體重掉了超過 5%， 比方說原本60公斤，半年就少了3公斤以上，或者常常無緣無故跌倒，走路開始需要扶着牆，又或者連拿菜、開門這些以前輕輕鬆鬆的事，現在都覺得吃力，這些都是身體發出的明確求救訊號。這種時候，千萬別再用一句年紀大了來自我安慰，該找醫師就要去找醫師。門診會安排更精準的儀器，實際量出您的肌肉量跟肌力，也會幫您釐清背後會不會是甲狀腺、糖尿病或者其他慢性病在搗亂。把原因找出來，才能對症下藥，事半功倍。弄清楚自己的狀況之後，讓人期待的部分來了，肌肉真的練得回來。我給您一套循序漸進的4周回力計劃，原則就記3個：從坐到站，從輕到重，從少到多。每一個動作都以安全為前提，旁邊一定要有椅子，有牆可以扶。每次開始之前，先原地踏步，動一動手腳，暖身3到5分鐘。這裡還有2個大原則，要先跟您說清楚。第一，用力的時候記得吐氣，回到原位的時候吸氣，千萬不要憋氣。一憋氣，血壓會一下子衝高，對有心血管問題的長輩比較危險。第二，運動之後，
肌肉隔天有一點酸，酸得還可以忍受，這是正常的，代表肌肉有被練到，休息1-2天就會好。但如果是關節在刺痛，或者痛到沒辦法走路，那就要馬上停下來，這是身體在跟您喊卡，千萬不能硬撐。每個星期也記得安排1-2天，讓肌肉好好休息，因為肌肉其實是在休息的時候才長大的。第一周，我們的目標是喚醒沉睡的肌肉，先把地基打好，主角就是剛剛教的起立坐下，每天做2到3組，每一組做8到10次，速度放慢，站起來的時候心裡默數2秒，坐下去也數2秒，慢慢的做，不要用摔的。如果一開始真的站不起來，可以先用手輕輕扶着椅子的扶手，借一點力，能扶着完成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另外再加一個踮腳尖，扶着桌邊，腳跟慢慢抬起來，再慢慢放下，這是練小腿的。一天做2組，每一組15下。這一周最重要的是養成習慣，讓身體重新記得動的感覺。第2周我們開始加一點分量，起立坐下繼續做，但是試着把手扶的力氣減少，能夠抱着胸完成就抱着胸，新增一個靠牆深蹲，背靠着牆，雙腳往前踏半步，身體慢慢往下滑，像是要坐一張看不見的椅子。注意膝蓋不要超過腳尖，蹲到大腿感覺微微出力就停住，撐住10到15秒，再站直做5次，再加一個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把一條腿往前伸直，腳尖勾向自己，停3秒再放下，2條腿輪流各做10次，這是練大腿前側很安全的動作。第3周我們加入平衡跟阻力，因為要防止跌倒，光有力氣還不夠，還要有好的平衡。深蹲跟抬腿的次數各增加到12到15次，新增一個單腳站，扶着穩固的桌子或者椅背，把一隻腳輕輕抬起來，站穩10秒，左右腳輪流各做5次。這個動作能大幅降低跌倒的風險。如果家裡有裝水的寶特瓶，可以一手拿一瓶大約600毫升的水，做手臂彎舉，把瓶子從大腿旁邊慢慢舉到胸前，再放下，一組做10次，做2組，順便把上肢跟握力一起練起來。第4周我們把前面的成果整合起來，再加入耐力，前面的動作繼續做，強度可以再往上加一點，水瓶換成裝滿的，或者一手各拿一瓶。這一周要特別加入走路訓練，每天找個時間快走，走到會有一點喘，但是還能講話的程度就好。從一次10分鐘開始，走得順了，再慢慢往20分鐘、30分鐘加。走路練的是耐力，前面的動作練的是力量。2個一起來，效果最好。4周走完，您會發現站起來變利落了，走路變穩了，這就是肌肉給您最實在的回饋。4周之後也別停下來，把這些動作變成日常。1個星期至少做2到3次的肌力訓練，肌肉才留得住。除了這套計劃，我更希望您把動這件事融進每一天的生活裡。看電視的時候，廣告一來就站起來走一走，能夠站着就不要一直坐着。出門買個東西，能走幾步路就走，能爬1層樓梯就爬。這些零零碎碎的活動累積起來，對肌肉的幫助一點都不輸給刻意安排的運動。肌肉最怕的就是一整天都黏在沙發上。我也鼓勵您找個伴一起做，跟老伴或者鄰居約好，互相提醒，彼此加油，會比一個人默默的做更容易堅持下去。把每天做了哪些，走了幾分鐘，簡單記在月曆上，看着格子一天一天被填滿，那份成就感也會推着您繼續往前走。不過光是運動還不夠，肌肉的原料是蛋白質，原料吃不夠，再怎麼認真練也是白費功夫。這一段我把分量講得具體一點，您照着抓就好。長輩需要的蛋白質其實比年輕人還要多。一般建議健康的長輩每天每公斤體重要吃到 1.0 到 1.2 公克的蛋白質。這樣算下來，一位60公斤的長輩一天大概需要60到72公克的蛋白質。這個量聽起來很抽象，我幫您換算成看得到的食物。一顆雞蛋大約有7公克的蛋白質，一個手掌大、厚度像一副撲克牌的肉或魚大約有15到20公克，一盒嫩豆腐大約8公克，一杯240毫升的牛奶或者無糖豆漿
大約有7到8公克。我用台灣長輩常吃的東西，再幫您排一份參考。早餐1杯無糖豆漿加1顆茶葉蛋，或者1份蛋餅，蛋白質大概就有10幾公克。中午一個排骨便當或者雞腿便當，把裡面那塊主菜的肉吃完，大約有20公克上下。下午如果嘴饞，與其吃餅乾，不如換成1小盒無糖優格、1把毛豆或者1顆茶葉蛋當點心。這樣一天算下來，要吃到身體需要的量，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如果您是吃素的長輩，也別擔心，黃豆做的豆腐、豆乾、豆漿，還有毛豆、鷹嘴豆，這些都是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質。把不同的豆類再加上一點堅果，搭配着吃，一樣可以把蛋白質補足。這裡有2個很重要的訣竅。第一個訣竅是平均分配。很多長輩早餐隨便吃碗稀飯配醬瓜，蛋白質幾乎是0，全部集中到晚餐才吃。但是身體一餐能夠利用的蛋白質有上限，一次吃太多，多的也用不上。比較好的做法是3餐平均，讓每一餐都吃到大約20到25公克。早餐加1顆蛋，1杯豆漿，中餐跟晚餐各安排一個手掌大的蛋白質，這樣一天的量就差不多達標了。第2個訣竅是把握運動後的黃金時機。做完剛剛教的肌力訓練之後，1-2個小時內補充一些蛋白質，像1杯牛奶、1顆蛋或者1小把毛豆，肌肉合成的效率會更好。運動加上足夠的蛋白質，才是長肌肉的完整公式，2個缺一不可。這裡我要再特別強調一次，早餐很多長輩一整個晚上沒吃東西，身體在睡覺的時候其實正在偷偷分解肌肉來應急。如果早餐又只吃清粥配醬瓜，幾乎沒有蛋白質，就等於讓肌肉一路餓到中午，非常吃虧。所以早餐這一餐一定要記得補上蛋白質，1顆蛋，1杯豆漿，就能幫正在流失的肌肉踩一個剎車。這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偏偏又最關鍵的一餐。另外還要提醒您幾件事，蛋白質的來源要多樣，豆、魚、蛋、肉、奶都要輪住吃，不要只吃單一種。如果牙口不好，可以把肉打成肉末，燉得軟爛一點，或者多利用豆腐、蒸蛋、魚肉這些好入口的食材，再搭配足夠的蔬菜跟適量的飯，身體才有能量，才不會反過來把您好不容易吃進去的蛋白質拿去當柴火燒掉。不過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但書，如果您本身有腎臟方面的疾病，蛋白質的量一定要聽從您的醫師跟營養師的個別建議，不能照着這個一般原則自己去加量，這一點務必要放在心上。另外再補充2個小幫手，一個是維生素 D， 它跟肌肉的力量很有關係，除了從魚類、蛋黃還有添加的乳製品裡面攝取，天氣好的時候出門曬個15分鐘左右的太陽，讓身體自己合成一些，對肌肉也很有幫助。另一個小幫手是水，肌肉裡面有很高的比例是水分，長輩常常口渴的感覺變遲鈍了，容易忘記喝水，記得少量多次，一整天慢慢把水喝夠，肌肉工作起來才會順順的。好，今天的內容我幫您收個尾。走路變慢，握力變差，是身體在提醒我們，肌肉正在悄悄流失的重要警訊。它背後的名字叫做肌少症，過了60歲會明顯加速，但它偏偏又是身體裡少數到老都還練得回來的東西。在家自測，記住4個動作：起立坐下5次，超過12秒要注意；走路每秒不到1公尺算偏慢；小腿為男性小於34公分，女性小於33公分；還有從開罐子跟擰毛巾去感覺自己的握力。這4項裡面，只要有任何一項亮起紅燈，就從那套4周計劃開始動起來，從坐到站，從輕到重，從少到多。同時每天把蛋白質吃到每公斤體重 1.0 到 1.2 公克，記得3餐平均分配。肌肉是很誠實的，您今天對它多用一點心，它明天就還您一雙走得穩又站得起來的腳。